新兵慌乱捡起地上的枪，瞄准眼前的德军，对方毫不犹豫扣下扳机。万幸的是步枪卡壳，新兵紧张的直咽口水，手指也颤个不停。德军看出了他内心的恐慌，他接着扔掉步枪，直接掏出匕首。幸亏一个老兵杀出，将新兵救下。这是新兵第一次上战场，还有很多没毕业的军校学生也是如此。他们除了满腔的国仇家恨，更多的是恐惧。看着无数具尸体躺在地上，确认他们身份的不是军牌，而是一本又一本的学生证。这些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年轻人，几天前都还是校园里的学生。1941年10月，德国人入侵苏联，进军至莫斯科，仅只有190公里的距离。苏军必须发起阻击，可是全线战事吃紧，指挥官手中再无一兵一卒可用。万般无奈，来到波多利斯克步兵炮兵学校，他们是苏联的未来。在军官稀缺的时候，这些被培养的未来军官应该到需要他们的岗位上，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。但冰冷的集结号在校园里回荡，3500名预备军官整装待发，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德军，就算全员战死沙场，也不能放过一兵一卒。他们身后就是莫斯科，如果敌人从他们的身上跨过，那他们将失去祖国。母亲送别儿子，女友送别心爱的人，妻子带着孩子也来与丈夫告别。其中一名学生士兵写着遗书，他不是胆怯，而是对家人最后能负的一点点责任。德军战机突然袭来，子弹如雨点般砸到车上，教官赶紧叫大家隐蔽，可眼看着弹药起火，所有人都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起来。忽然一名战士发现后方车辆火势过猛，即将爆炸，他赶紧跑过去，用生命将危险远离人群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近死亡。出发还不到20分钟，战争就催促着他们加速成长。夜幕时分，他们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。教官问话间察觉到他们不是普通的平民，两个人的每一次试探都是战场上写的经验。教官忽然发现车上有枪，双方人马立即对峙起来。好在两个士兵认出彼此，他们正是前来会合的特遣侦察部队。德军的间谍已全面渗透，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。队伍汇合后，他们在公路侧面设下埋伏，简单的工事跟教学用的老旧加农炮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。苏军放过了先头部队，死盯后方装甲车，3发炮弹命中。德军也在第一时间发动反击。交战之际，敌人从侧翼包抄，但是很快就被侦察部队驱散。66本学生证换来这次伏击的胜利，也为后方建筑防御工事赢得了宝贵时间。之后的3天里，这些学员兵延缓着德军的进攻，一次又一次的伏击胜利，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证交到长官手里。校长召集学员回到后方的一座桥为阵地，而德军的进攻迟迟没有站稳，直接派出轰炸机决定打开局面。用生命建造的防御工事瞬间夷为平地，到处都是学员战友的尸体。第一道防线一片狼藉，幸存下来的人缓缓起身，已经摇不醒那些长眠在此的战友。他们甚至丢了手中的枪。教官一声怒吼，将学员们拉回现实。因为轰炸过后，他们将要面对的就是敌人的钢铁洪流。好在能过河的只有一座桥，他们立即对敌人发起了反击，穿甲弹击中桥上的坦克。德军进攻受阻，为了不拖延节奏，后面的坦克毫不留情地直接将他推进了河里，但是很快也被一击命中。加农炮成为了德军的重点照顾对象，年轻的战士干脆将反坦克炮推出掩体，在完全暴露的状态下继续射击。这种不顾生死的决心着实让德军吃了一惊，他们开始溃散。第一波进攻总算挡了下来，但是撤退的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。年轻的预备军官伤亡已经过半，现在的他们不再像出发时只会哭泣，面对死亡他们给予崇高的军礼。校长经历过太多血与火的战争，他比任何人都爱惜自己的学员。为了探清敌军的虚实，苏军派出侦察小队悄悄地潜入了敌军驻地，原本只想抓几个舌头，却意外发现了德军的指挥部。他们将准确的坐标汇报给了上级司令部，上级决定使用秘密武器对他们进行沉重打击。与此同时，运送秘密武器的军车早已被德军渗透部队盯上，好在士兵亲眼目睹他们杀害村民，并立刻向上级汇报。第二天，苏军的新装备喀秋莎火箭炮开始进入预定阵地，64枚火箭弹瞄准德军指挥部。然而几名伪装成苏军的德国士兵却意图偷袭喀秋莎阵地，可惜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，当场被埋伏在两侧的苏军击毙。而此时的德军长官却在悠闲地钓。面对当时被誉为炮兵之王的喀秋莎火箭炮，德军的驻扎地瞬间被炸成了焦土，坦克被悉数摧毁。苏军侦察队趁乱杀出，抓起德军长官就跑。紧随其后的士兵则一把抓住了桌子上的菠萝，将不知所措的德军厨子顺手扛。因为对于他来说，菠萝远比不过一名德国厨子更为重要。这是他们久违的大胜利，重创敌人的同时，也为活着的人重振士气。德国军官宁死不降，但厨子却怕得要命，将一切交代得一清二楚。然而德军仅只消停了1天，便再次展开了疯狂的反击。这次他们首先对苏军防线投放了烟雾弹，随后利用烟雾弹的掩护兵分多路，利用架设浮桥的方式向苏军阵地展开了进攻。虽然学员们悍不畏死，但是力量过于悬殊，恐怕已经阻止不了敌人前进的脚步。一枚炮弹袭来，来不及躲避的士兵被高高炸起的加农炮拦腰斩断。
这条距离莫斯科仅仅190公里的苏宾卡防线遭到了俄军的猛烈进攻。当德军的3号坦克和步兵慢慢逼近苏军阵地之时，他们仅剩一门 M1937 45毫米反坦克炮。一名士兵刚要丢出手榴弹，却被炽热的焰火瞬间吞噬。愤怒的士兵举起手中的步枪打爆喷火器，可当他们庆幸为死去战友报仇的时候，一阵密集的扫射将他们永远留在了那里。瘦弱的文职兵也一同冲上战场，这是他第一次手刃仇敌。可当文职兵大喊乌拉的时候，德军来势汹汹，靠着浮桥急速过河，炮兵无法锁定目标，战士只能拿命去迟滞坦克进攻速度，但这根本无济于事。德军指挥官下令炸断大桥，为后方争取时间，可按下爆破开关却没有任何反应。一名战士自告奋勇，在太阳微升之时面朝家的方向，随即他毅然决然地按下炸弹。这名士兵和大桥一起化为了灰烬。接连12天的高强度战斗让战士们身心疲惫，唯一支持他们的只有战斗。一个士兵已经双目失明，却仍然坚持不去医院，他宁愿留下来为战友装填弹夹。就在大家绝望之际，他们看到了挂着红色旗帜的坦克从苏宾卡方向驶来。士兵们欢呼雀跃地以为是自己的援军到了，但希望再次被破灭。面对伪装成苏军的德军坦克，战士们赶紧回到阵地，决定给这些伪装者沉重一击。苏军仅用了6分钟就干掉9辆坦克。随着双方进入白刃战，撤退的命令终于下达，但很多士兵已经不能全身而退。教官看着昔日学生相继倒下，他将家人照片插在炮台上，决定留在这里解决掉德军的最后一辆坦克。年轻的炮手见状也做好赴死的准备，但眼前的重型坦克装甲足足有30毫米厚，唯一的弱点只有炮管。同时坦克也发现了他们，士兵逼迫自己冷静，因为机会只有一次。这时几枚手榴弹被扔进了里，两人在最后一刻干掉了德军的最后一辆坦克。苏联的正规军抵达，看着这些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学生们，长官给予了最高礼遇。原本命令是驻防5天，而他们却在无任何补给的情况坚持了12个日夜。3500名学员出征，归来的只剩下1000余人，他们被编入正规军，继续为祖国而战。二战结束，德军投降后，全校师生也只活下来300余人，他们的脸上也不再稚嫩，多的是军人的坚毅。